养子承欢计，姚志明4次算计麦承欢，果然是无商不奸。由杨紫、徐凯、何赛飞、吴彦姝等实力演员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承欢计》，不仅在家庭关系和情感纠葛的描绘上引人入胜，其深入骨髓的商战情节也令人回味无穷。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有用。由杨紫、徐凯、何赛飞、吴彦姝等实力演员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承欢计》，不仅在家庭关系和情感纠葛的描绘上引人入胜，其深入骨髓的商战情节也令人回味无穷。徐凯扮演的姚志明意外地被任命为波提切利酒店的新任总监，刚上任的第一天，他便打算开除因替人背锅而陷入困境的麦承欢，由杨紫饰演。然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接下来的剧情中，徐凯饰演的姚志明却陷入了麦承欢的巧妙策略之中，被其牢牢掌控。姚志明渴望提升自己在波提切利酒店的地位，进而增强个人威望和业绩指标，以期获得上级的认可与赞赏，最终得以返回总部并获得晋升与加薪的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精心挑选了德山家居作为突破口，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酒店内部某些领导与德山家居之间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当他得知麦承欢的男友是德山家居新智山之子时，灵感如泉水般涌出，立即构想出了一个既解决眼前问题又能收获另一好处的巧妙计划。他表面上提出给麦承欢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即让他负责与德山家居的新总进行沟通，希望他能够巧妙地与对方交流，既不冒犯对方，又能探听到对方的真实意图。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麦承欢对她的男友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他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富二代，更不知道他是德山家居集团的公子哥。出乎他意料的是，麦承欢不仅如实上报了与辛总的接触细节，还坦诚地透露了自己与辛嘉亮的恋爱关系，尽管他对他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原本精心策划的一举两得之计，未曾料到麦承欢的直率和真诚，并未成为他失去职业机会的导火索，反而在他自己的内心中增添了不少正面评价。姚志明为了激发酒店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决定利用520这个特殊日子作为契机。为此，他引入了一种竞争机制，要求营销部的经理们各自提交一份关于520的策划方案。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激发员工们的创意和团队合作精神，从而为酒店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创新。无忧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上次为520策划的相差无几，但麦承欢却构思了一个全新的想法，那就是邀请顾客与其父母共同庆祝520。这一策略不仅有望提升酒店的业务效益，还能让更多家庭成员参与到520的活动中，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活动的受众群体。因此，购买伴手礼这一环节应运而生，成为了酒店方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力求降低成本的重要一环。姚志明不仅渴望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伴手礼，而且他还试图从这笔交易中了解德山家居给予的返点或回扣的具体数额。他特意指派麦承欢处理此事，意在使麦承欢直接与辛嘉亮接洽，期望这样的安排能节省时间和精力，并减少可能的折扣。然而，姚志明并未能预见这一点。在麦承欢看来，那些我们渴望守护的深厚关系，恰恰是最不应被用作手段或工具的。尽管面临被灌酒的挑战，麦承欢坚决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亲自与德山公司的销售经理王总接触洽谈业务，而不是借助与辛家的关系来达成目的。在业务谈判取得成功后，德山家居决定提供20%的返点作为合作优惠。麦承欢以极其专业和正式的态度，直接将财务报价发送给了姚志明的助理何东，
全程遵循了严格的公事公办原则。姚志明原本打算借助麦承欢的人脉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麦承欢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期行事，这令姚志明感到十分不安。为了缓解这种尴尬的局面，他派遣助理何东前去处理，然而并未得到何东的回应，这让姚志明更加困惑，于是他亲自出面去了解情况。最终，由于压力过大，姚志明喝得酩酊大醉。姚志明这次的谋略未能奏效，他原本想以此难倒麦承欢，却不料反被自己的计划所困，醉到无法自拔，颜面尽失。姚志明驱车前往敬老院，目的是为了探望他敬爱的祖母陈淑贞。在轻松的对话中，姚志明不经意间聊到了兴安里花园大酒店。他注意到祖母的眼神里掺杂着复杂的情感，一旦提及麦承欢的名字，他的眼神立刻变得温柔起来。他与姚志明分享麦承欢的种种出色之处和风趣故事，话语间流露出深深的喜爱和自豪。姚志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决定利用麦承欢作为桥梁，拉近与祖母之间的距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姚志明经常带着麦承欢精心制作的小甜点去探望祖母。每当祖母品尝到这些美味的甜点时，她的脸上总会洋溢出满足和幸福的笑容。而姚志明也借此机会与祖母深入交谈，倾听她的心声，了解她的期望和愿望。他特意邀请了麦承欢与他一同前往敬老院。当他们两人出现在祖母面前时，他的脸上立刻绽放出了温暖的笑容。祖母紧紧握住麦承欢的手，眼中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和无比的喜爱。姚志明巧妙地利用了麦承欢与祖母的深厚联系，逐步推进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作为一个商人，他始终将利益置于首位，不遗余力地调动所有的人脉资源。姚志明深知德山家居正参与供应商的投标，他内心期望能将其排除在竞标之外，然而又不愿意背负恶名。姚志明巧妙地安排麦承欢担任自己的私人助理，实则让他负责此次供应商招标会的全部事务，包括发放招标通知书，以此实现他的真正意图。在这一时刻，就连姚志明的助理何东也看不下去了，他连续2次表示，麦承欢这个女孩真的很不错，你真的打算把她牵扯进这个局里吗？姚志明所展现出的态度相当明确，他只关心如何最大化个人利益，至于他人的感受或是否受到损害，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尽管麦承欢身在其中，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仍然保持着一贯的职业态度，勤奋地加班撰写标书，对每一天的工作都投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姚志明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4次精心策划对麦承欢的算计，每次都企图借助麦承欢的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来为自己的事业开辟道路。尽管如此，麦承欢的坦诚直率、真实可靠以及敬业精神却多次让他的计划落空，迫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商业道德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做法。在商业世界里，狡猾和精明似乎是通行的法则，但姚志明似乎遗忘了，真正的成就不仅仅依赖于策略和算计，更离不开真诚与信任这2个基石。他试图用800个心眼去揣摩和算计他人，却未曾意识到人心是最难以预测和掌控的。麦承欢，这位在波提切利酒店任职的普通员工，凭借他的真诚与敬业精神，赢得了周围人的尊敬与喜爱。尽管他可能不熟悉商业世界中的竞争与策略，但他深知为人的基本原则，以诚待人，勤奋工作。虽然姚志明可能依靠他的计谋和手段在商界短暂地崭露头角，但长远来看，真正能稳固立足于社会的是像麦承欢那样以真诚和勤奋去生活、去工作的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往往最简单、最纯粹的情感才能深深触动人们的心灵。